你好呀，這裡是默默的投資筆記。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三星，全球內存芯片三巨頭之一。它最新一個季度的盈利同比漲了將近5倍，營收也漲了差不多70%。業績這麼炸，股價卻剛從最高點回落了24%。一邊是盈利翻着倍往上衝，一邊是股價掉頭往下走。我把它技術面、估值、基本面還有多空3種情景都仔細捋了一遍。今天直接把結論說給你聽。我現在對三星的判斷是中性偏多，可以關注，但分批別追高。現在這個價格不是一個適合一把縮進去的位置。至於為什麼這麼看，想買該在哪兒買，風險又在哪裡，後面一一展開。我梳理了4個最關鍵的數字，便於你理解這家公司。第一，遠期市盈率只有 4.4 倍，這個數字低的反常，正常一家公司20-30倍很常見，它 4.4 倍，賬面上便宜到像是在打骨折，但便宜的反常往往不是天上掉馅餅。第二，營收同比增長 69.2%， 這個增速放在這麼大體量的公司身上是非常誇張的，說明 HBM 和 DRAM 的漲價是實打實兌現到報表上了。第三，盈利同比增長 492%， 接近5倍，這就是周期股的彈性。行業一好起來，利潤是指數級往上蹦的，但你反過來想，能5倍往上蹦，也就能大幅往下掉，這是同一枚硬幣的2面。第四，現在的股價距離1年內的最高點374500韓元已經回落了 23.9%。前面3個數字都在喊這公司好得很，唯獨這個數字在提醒你，市場的情緒已經從頂點開始退潮了。再來看股價本身，三星最新股價是285000韓元，當天微漲 2.5%。回看過去52周，這只股票最低探到過61200韓元，最高衝到374500韓元。也就是說，1年時間從6萬出頭漲到37萬多，差不多翻了6倍，是一段非常陡的拉升。而當前價格從最高點回落了大約 24%， 正處在暴漲之後的高位回調裡。5月初，股價放量突破266000韓元，單日成交超過5000萬股。RSI 一度衝上75， AI 內存的需求正式點燃了這波行情。進入6月，一路加速上攻到349000韓元， MACD 持續擴張，走進最強的主升段。到6月中旬，摸到374500韓元附近創下新高，然後動能開始衰竭，高位震盪。7月初，一根大陰線砸到286000韓元，獲利了結，疊加對周期見頂的擔憂。RSI 跌破43，到最新這一天收在285000韓元， EMA 12下穿了 EMA 26， MACD 也翻覆， ADX 只有 18.5， 說明趨勢的力度其實不強，是一個高位橫盤动能退潮的狀態。接下來聊聊我認為這只股票的估值。先給結論，三星現在的估值是周期股最經典的那種看着便宜其實要小心的狀態。你看遠期市盈率只有 4.4 倍，便宜都讓人心動，但这裡有個陷阱，我得給你講明白。三星現在賺的是周期頂峰的錢，但頂峰的盈利不會一直在，等供給上來，價格回落，盈利可能大幅縮水。到那時你回頭看，現在這個 4.4 倍的低市盈率很可能只是個幻覺。真正對周期股不太會騙人的指標是市淨率，大概在 1.5 倍上下。他不看那個會暴漲暴跌的盈利，只看公司的家底。1.5 倍这個水平放在歷史上是個中樞附近的位置，既不便宜也沒到泡沫，算是比較誠實的反映了它的價值。再看分析師那邊，一共36位分析師覆蓋，給的評級是強烈買入，目標價均值到了487814韓元，比現價還有 71% 的空間。華爾街這邊是明顯看多的，但這份看多的前提是這一輪周期能繼續走下去。分析師的樂觀和周期的風險其實是綁在一起的。財務這塊我還是老規矩，先說亮點再說問題。毛利率 47.7%， 淨利率 21.5%， 營收規模一年做到388萬億韓元，自由現金流有 67.6萬億韓元，手裡現金非常充裕，擴產研發都有底氣。股東回報率 ROE 是 18.9%，
用杜邦分析拆完，你會發現三星這個回報主要是靠 21.5% 的高淨利率撐起来的，槓桿用得很低，賬上幾乎是淨現金的狀態。也就是說，這是盈利驅動的高回報，不是靠借錢硬堆出來的。貝塔值是 1.48， 意思是它的波動比大盤大不少，漲起來猛，跌起来也猛。問題也很實在，一是內存現在漲價供不應求，但三星、海力士、美光都在拼命擴產，供给一旦上來，漲價的故事隨時會逆轉。二是這一切需求的源頭是 AI， 是英偉達們的資本開支，這筆錢什麼時候降速，沒人說得準。三是內存這個行業從來沒有這次不一樣，每一輪超級週期的頂部看起來都像永遠不會結束。整體來看，公司基本面沒什麼毛病，反而強得發光。但你買股票買的是未來，而它現在的盈利正站在一個很難再往上，卻隨時可能往下的位置。我基於公開信息，把三星未來的走向梳理成了3種情景。多頭情景概率 30%， 目標價45萬到50萬韓元。出發條件是 HBM 和 AI 的需求繼續超預期，內存漲價週期被拉長，賣方那個48萬7814韓元的目標價真的兌現，股價重回強勢主升。基礎情景概率 45%， 也是我認為最可能的一條路徑，目標價32萬到38萬韓元，也就是週期在高位維持，但盈利溫和見頂回落，股價在高位寬幅震盪，慢慢消化估值，然後重新站回均線上方。空頭情景概率 25%， 目標價23萬到27萬韓元。出發條件是內存的現貨報價掉頭向下，盈利快速回落，市場開始殺週期股的估值，股價跌破26萬9千韓元這條布林帶下軌的支撐。把這3種情景按概率加權算一下，期望值大概在36萬3千韓元，比現在的28萬5千高出約 27%。 而就算走到空頭情景，跌到25萬韓元附近，下行空間也就 12% 左右，這麼算下來賠率其實是尚可的，向上的空間比向下的風險大，但前提是你得能扛住中間的波動，所以節奏很重要。最後说说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目標價我放在32萬到38萬韓元這個區間，目標買入區間我會放在26萬9千到28萬5千韓元。為什麼是這兒？因為現在正好是死叉剛出動能退潮的時候，追進去容易吃回調，而26萬9208韓元是布林帶的下軌，是一個比較實在的技術支撐，往下又靠近前期的低點，這個區間買安全邊際會好很多。還沒建倉的朋友，把資金拆成3份，第一筆可以在現價附近小小試個倉，第二筆等回到26萬9千韓元下軌附近再加，萬一跌破25萬韓元，而且 RSI 跌到30以下，再考慮第3筆。每一筆都別太重，因為它貝塔接近 1.5， 波動不小。至於什麼時候可以更放心的加倉，我看2個信號，一個是 MACD 重新翻正走出金叉，一個是價格重新站回 EMA 26，也就是30萬9千韓元這條均線之上。這2個條件同時滿足，才說明趨勢重新轉強，那時候加倉的勝率會高得多。總結一句話，三星是家好公司，賬面上也不算貴，長期的 AI 內層邏輯很硬，但你現在買的不是這份漂亮的財報，而是這一輪週期還能走多遠。現在更適合分批慢慢結，而不是追。如果你也在研究三星或者 AI 存儲這套賽道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，咱們下期見。